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堪比八点档的真实故事，一段埋藏多年、无人知晓的家族秘密，如今突然爆炸，更动摇了一个企业王国的根基。这场大戏不只是遗产纠纷这么简单，背后牵扯到的是血缘、权力、法律、信任，还有我们最熟悉、最陌生的家庭。有人说，一个人的秘密总会找上门。这一次，宗庆后留下的秘密来敲门的，竟然是3个陌生的名字。这3个人是谁呢？根据彭博社的独家报道，宗庆后的这位曾经的大中华区首富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在2024年2月离世之后，当时社会舆论一致认定他唯一的女儿钟馥莉自然成为了接班人，并且顺利接下了娃哈哈董事长一职。直到几个月之后，一宗来自香港高等法院的诉讼案件打破了这个看似合理的剧本。3名自称钟氏后人的年轻人突然现身起诉钟馥莉，要求法院冻结他在香港汇丰银行的18亿美元资金的账户的资产，并声称父亲宗庆后曾经承诺会将21亿美元信托基金留给他们。3人从来没有被认定的非婚生子女，这3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真的有其人吗？根据原告律师在法庭上面提交的数据，宗庆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曾经跟一位叫做杜建英的女性有过一段长期关系，还育有3名子女，分别叫做钟继昌、仲、钟杰利仲以及钟继盛 Jelly 仲。而这一段感情关系至今从未对外公开。根据杜建英据说杜建英原本是国企干部，后来在1991年放弃铁饭碗，进入娃哈哈任职，是宗庆后亲自面试并破格录取的高学历人才。2人从职场伙伴到私人关系一路发展，最后留下了这3名如今在金融、电商和科技圈各自闯出一片天地的年轻人。问题来了，宗庆后当年到底有没有真的设立那一笔信托呢？原告律师指出，早在2023年，宗庆后曾经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了一个离岸信托账户，明确指定这3名子女为受益人，每人7亿美元。然而，由于资金尚未完全到位，这笔信托基金只是注入了部分启动金，其余的计划透过娃哈哈的企业分红陆续补足。如今账户内的18亿美元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告钟馥莉原告要求法院冻结这一笔资金，避免钟馥莉进一步处置。巧的是，钟馥莉团队最近正打算将其中的110万美元用于支付越南工厂的设备的尾款，还提交了合同跟发票的佐证。这些钱究竟是谁的？钟馥莉方面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律师团队迅速反击，2个重点：第一，根据信托法第8条，设立信托必须有书面协议。宗庆后从未亲自签订任何正式文件，原告也未能提供有效的信托契约。第二，这笔资金为娃哈哈集团海外业务拓展预算。宗庆后早在2020年的遗嘱当中就写明，所有境外资产皆为钟馥莉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主张权利。这份遗嘱还由高层管理见证签署，但家属一个都不在场。这份遗嘱到底管不管用？宗庆后真的有遗嘱吗？另外一方面，宗庆后3人并未将希望寄托在香港一地，他们同步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对宗庆后持有的29.4%的娃哈哈集团股份拥有继承权。这可不是小数目，按照
按照市值估算，这笔股份价值超过200亿人民币。他们提交了钟继昌1989年的出生证明，存在于杭州市上城区档案馆，并且申请调取钟庆后2023年在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的体检样本进行 DNA 对比，同时也申请传唤2024年离职的娃哈哈前财务总监王某出庭，试图证明账户资金流向有疑点。这么一来，不只是资产有问题，连血缘认定都成为了关键变数。如果鉴定结果成立，3人将依法具备继承权。这起争产风波并非华语区历史上面的孤立，但它双线作战、跨境操作、法律体系不一致等特点，让它显得特别的棘手。香港法院要依据普通法判定信托是否有效，而杭州法院要依据民法典跟公司法认定股权登记是否合法。一个信托资产，一个实际的股权，双方争夺的其实是控制权。这个案件不仅关系到资产归属，更关乎娃哈哈未来的发展方向。而类似的问题放眼全球，其实早有前例。例如，美国石油巨穷洛克菲勒家族早年就透过基金会分割财产，统一话语权。台湾某科技集团创始人过世之后，也曾经因为婚外子女继承权引发家族分裂，影响了股价。为什么这些百亿家族总会败在遗产安排的上面呢？答案可能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而说到家族斗争，其实也有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场景。据说钟氏3人曾经试图跟中福利私下协商，低调解决，但吃了闭门羹。有媒体调侃，这根本是现代的大时代加倚天屠龙记，一边是原配之女，一边是隐身多年的灰分子女，打的还是国际金融战。有人开玩笑说，这根本是最长的连续剧，从娃哈哈的创办开始，到企业，到饮料业变天，到如今的豪门惊变，完全可以拍成 Netflix 剧集了，奈飞剧集了。只是剧情再精彩，真正的影响却是一个家族的信任的崩塌，一个企业的未来产生了变数。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整理一下目前的线索。钟庆后确实曾经跟杜建英关系密切，有共同的子女的说法有一定的依据。2003年是否设立过信托，目前缺乏书面的证据。香港账户资金的性质尚未明确，但的确存在大笔金额。遗嘱虽然存在，但见证人仅为公司高层，3名子女提供出生证明并申请 DNA 鉴定，有可能取得法律继承身份。从这些拼图来看，这场官司的最终走向很可能取决于3件事：第一， DNA 鉴定是否成立；第二，信托是否有法定效力；第三，法院是否承认遗嘱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果这3项都对中福利不利，那么他所掌控的娃哈哈帝国恐怕将面临着股权重组甚至权力转移的巨大风险。这场风波提醒我们，家族企业如果没有清楚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文件，再多的亲情跟承诺，也可能在金钱面前呢土崩瓦解。钟庆后的一生崇尚家文化，却未能在制度上面建立起防火墙。钟富利虽然是接班人，但也需要面对血缘跟法律的双重挑战。说到底，这不只是财产分配的问题，更是一场关乎于家信任和规则的考验。最后，我们用一首古诗来总结今天的故事：不写塔尽永于此，信托真假废猜词。一念未留成家变，红尘深处谁定词？如果你也关注家族传承、企业制度跟人性边界的交叉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我们下集会有更精彩的内容。阿峰祝大家平安、快乐、吉祥。